天公不作美啊！我们这边有句俗话，起屋要淋，意思呢，起房子要被大雨淋湿。看我们起的这个凉亭，今天就迎来了第一场大雨。实际上这是昨天下午开始下的雨，今天呢依然是下个不停，上面的瓦条还没盖完呢，被雨水这样子淋了一遍。所以今天两个木匠师傅在房子里面做工，凉亭的盖瓦工作呢要等过2天了。这边下了雨之后气温还是挺低的，今天啊穿了2件衣服，挺冷的。我们昨天下午不是拉了一些那个旧板子吗？现在呢就在这边呢做一个墙裙。一般像这样的砖房呢都是用瓷砖去做的，方便打扫卫生，再一个呢起到一个装饰的作用。那我们这个厢房里面这边就用旧木板来包裹一层，大概做一个80公分的高度。所以这次我们买的旧板子，一个是80公分，一个是1.2米的尺寸。这样子包裹一层之后，整体的效果又如何呢？现在暂时看不出太多效果，因为上面的白墙还没有刮。这个里面呢都是砖墙的，我们准备把这边包裹好了之后，后期厢房的装修，这边的砖墙全部都刮上白颜色的栗子墙。既然旁边的是木房子，所以厢房呢我们尽可能的也保留一些木房该有的一些味道吧。这层旧木板呢看起来颜色它是有点不太统一的，但是显得我觉得还是有点立体感，也挺好看的。可能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吧。这个视频发出去之后，可能又会有很多朋友吐槽，好好的一个厢房又做成这个样子。以后这边呢就是一个茶室，也算是一个棋牌室。有朋友过来的话，在这边一起喝喝茶、打打牌，娱乐一下。我觉得还挺不错吧。反正这边已经做好了一大块了。依然和外墙的包裹方法是一样的，先用木条子在里面打上一个框架，然后呢木板直接用气钉枪钉在这些框架之上。这个周边呢都要包裹一层，包括这个位置，这是一面木板墙，但是上面呢有个很大的空隙。这个我们在做吊顶，在刮栗子墙的时候，可能会用石膏板去给它填充起来，到时候呢再刮上白颜色的涂料。现在就是还有个问题，里面呢是有一个公用的卫生间，还有一个小房间。这个小房间呢，可能以后会放一个床吧。所以这个位置呢，可能我们就不会用木板来做一个墙裙了，可能就直接挂上白颜色的墙面就可以了。因为那边呢是有一个单独的房门进来的，这个房间差不多也是16个平方左右。再进来呢，就是一个公用的卫生间。与其说这是一个公用的卫生间，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小房间的独立卫生间。这个卫生间挺大的，装的是马桶，里面呢有一个干湿分离，洗澡的地方。但是外面的空间就比较宽了，那边呢也留了排插的线，以后买洗衣机的话，我们是放在这个角落。
这段时间啊，我们把一些工具都搬过来了，暂时堆在这个小房间里面。虽然是80公分的高度，但是木板呢，我们还是稍做了一个拼接，一整块的是贴了一张，还有中间呢给它锯断又接了一块，这样子呢显得是有点点就是说拼接的那种味道，不是整块整块的。如果整块整块的话呢，显得不太好看。你看这个位置我们就做了一个拼接，是吧？隔了一整块又做了一块的拼接，这样子图案呢它会有点点的变化。好多人说我们搭建的这个凉亭挺挡住视线的，其实最挡住的就是这间厢房。坐在厢房里面，大家也不用担心，还是可以看到对面的笔架山。但是今天呢，山里面起雾了，所以看不清楚。整个外面的凉亭因为我们这个院子是特别大的，差不多有400来个平方左右，搭建了一个凉亭之后，我反倒觉得这么大的一个院子，突然有这么一座小小的凉亭，显得好像和房子更为协调了，是不是啊？好像相互之间有个相应的地方，对称的地方吧，还挺好的。可能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吧。这边师傅的工作快完成了，叫师傅给我们修2个正子，也就是这个过年打那个年巴的时候蒸糯米的，一个大一个小的，这同时可以蒸100多斤糯米呢。这底下的是坏了，现在重新做一个。其实在自己的家里面有这样的小镇子啊，蒸些米饭也挺好吃的。这特别大，像这个的可以装100斤左右，那边可以装70、80斤左右。到了冬天，我们又会打年巴，特别的热闹。这边的厢房就是厨房了，和那边的茶室，装修又是不一样的风格。这边全部用瓷砖，毕竟这边是厨房，有些油烟，如果用木板来做的话很难打扫，所以呢，我是准备用瓷砖全部给它整个墙面贴满，现在只贴了大概1米多的高度。这边就是一个柴火灶台，去年冬天砌好的。在这背后呢，我们要做一个燃气灶台，预留的排插还有水管的位置都已经做好了。现在泥工师傅出去了，等泥工师傅回来之后，我们要把这些砖全部贴完。实际上瓷砖已经全部买到家里面来了，和那边厢房也是一样的。这边厢房的顶部和木房子之间依然是有40公分左右的一个空隙，后面我们这边在做吊顶的时候也要把它给处理一下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前一段时间我们上面盖的树脂瓦就是这个位置，如果不盖的话，下雨天会从这个位置雨水流下来，现在盖了之后就不会有这样的现象了。
这个柴火灶台还是非常好用的，但是砌好了之后啊，我们基本上一次都没有用过，只是在里面烧了一些柴火试用了一下。后面买的木板只剩下这几块了。装修一栋木房子所要用到的材料还是非常多的，前前后后几百张板子，几百块木房子。现在1楼也全部打扫干净了。开门见山，可惜今天起了雾，看不到对面的笔架山了。整个凉亭在院子里面显得还是挺不错的。盖好了之后啊，肯定还挺实用的。这边就是我们整个院坝的入口，入口之后呢是我们的正屋，那边是一座凉亭。以后啊，如果慢慢的把整个院子打理出来，在周边呢再种上一些花花草草，我相信整个院子应该还是挺美的。好了，朋友们，那这期的视频就暂时为大家拍到这里，我是石头，喜欢的还请记得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